我刚才观看你的识海，才知道玲珑原来是天地之间至清至阳之气郁郁而生，跟至浊至阴的黑气是最为相克的。只可惜你当年久居龙谷不出，不然以你得天独厚的能力，若相助我们去对付福音的话，现在可能就会是另外一个局面。当年我偏安一隅，不愿问世事，后遭人所骗，身体残缺，致使妖族被玄门欺压，天地失衡，黑气滋生。待燕回身体康复，我会重新担起我的责任。公主这是何意？我替青丘谢过天地玲珑。快起来吧。这不过是我早该做的事情。陈毅国主，燕回，你也在？你们在做什么呢？我们正在商讨对付福音的方法。幽冥赋看得如何了？来来回回看了好多遍了，都背下来了，也没找到什么入门的办法。不过有一处有些熟悉，这儿写着“空无所空，空所悟空”，倒是和陈兴山的净明心法有些相似。净明心法。净明心法乃是整个玄门的所有法术的基础。我曾听凌霄真人说过，玄门9派万般法术，皆是由净明心法演变而来。我在陈兴山修行了10年，对净明心法也是倒背如流，算是有些参悟。说来，国主夫人此前曾在陈兴山修炼过，不知这幽冥赋与净明心法有没有什么关联？这个我倒是没有听雪岭他提起过。如此，我便是真的找不到入门的诀窍了。燕姑娘，别心急，修行一定要循序渐进，我们就从第1层开始突破吧。还请陈毅国主指点一二。倒是天药，我想你要先回避一下。为何？修炼幽冥赋会承受经脉道行之苦，我觉得燕姑娘她肯定熬得住，只是怕你不忍心看下去。哪有什么忍不忍得住的？我留在此处，为你们护法。好，修炼幽冥赋，你一定要在每天的子、午、卯、酉4个正时，在一个阴气最重的地方，要面北而坐。现在正好就是卯时，我们银月崖也都是背阳向阴，那我们就在这里开始修炼吧。好。五心朝天，指尖朝前，开丹田，一呼一吸，引寒气入丹田。苟活之民，竟妄图修行我的功法！天瑶，莫要心急，事到如今，也只能靠他自己了。燕回，还需多久？还有12个小周天。燕回，现在只是入门，他每突破1层，经脉逆行之痛则会更胜1层。天瑶，我特别理解你现在的心情，
当年雪岭在修炼的时候，我也是恨不得以身代之。雪岭亡故时，你可有遗憾？不曾为他冒过险。我要担起我妖族的责任，我就不得不狠下心。我已经负过他一次，我不想再负第二次。有不速之客，你在这里照顾他。我不会让你有事的。长河辅导，曲江是长河辅导，曲江是长河辅导，曲江是静心如觉，其意思其理当，脑转增无旋。方见良物，长河辅导，曲江是心朝廷，左右护体，静心如觉，目其一搏。你以为陈毅能救你？虽言若你以为修行我的功脑法转增无便旋，能把我取而代之？见良物，思其理当。曾目眩，你以为有幽冥附你，你便能修我功法？别做梦了，唯有臣服，才可得永生。蝼蚁厌为，听吾之令。妖怪，快走！快走！逃出护心林。天佑，快走！走！妖怪，逃护心林，逃护心林。护心林，护心林。斩了黑花！斩了黑花！斩掉黑花！他若斩花，你必死无疑。我不
你方才做的不错，就应该这么干脆利落。黑花一战，我命不久矣。但我觉得死亡并不可怕，比起之前等死的日子，我一点都不难过。天瑶，你怎么看起来比我还难受？燕辉，你会好好活下去。天瑶，你怎么回事？燕辉，你别怕，你不会有事的，你会好好活下去。自从你我相遇以来，你曾多次施恩于我。若能以此命换你余生，也算得偿所愿。换明朝，就可行。又或说，有人愿意用他的命来保我的命，是说用你的命。你逆着方向，我看不清。发染尽离丝，闲情两极。指缝间一阵阵划过你我年轮，清风散离落，烟灰消失。燕辉，我现在将石海救星给你，他会替我护你性命。闻着你的侧脸，一幕又一幕，黄昏醉了相思，风拂过一声叹息，此生一瞬燕辉，只为希望取完身体后，你的人生都能平安顺遂。那时候，你知道我根本就不会死，你是拿你自己的命去和素影拼，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你为什么不早说？我怕你不愿意接受。绵绵人四月，终难成全。青山绿水之间，华年春老，深情不变。聚散动容颜，细数相识，烟雨无尽。绘着你的剪影，一遍又一遍。燕辉，死亡真的不可怕，死亡真的不可怕，我不难受。怎么可能不难受？不要！以后你就可以过你想过的生活了，吃你想吃的包子，去你想去的地方。为什么长得这么快？为什么长得这么干脆利落？天呀！方才一战，才可还。此刻相拥，不别不见。你就别怪我了，你就别怪我。我不怪你，我不怪你，你不要走，我还想跟你一起去吃好吃的包子，我还想跟你。水尽人间，春风还依旧。我走了，天呀，你不带着你要的走！回忆，盛满了来路。
寻找你曾经模样，只手相看经年，人间繁华依旧，此间有时。完美了，天瑶，天瑶，天瑶也没了。我已经彻彻底底没有后路的喜欢上你了。可是我再也无法亲口跟你说这些，怎么办啊？这只是在梦里，你再也听不到我说这些话了。是不是等我醒了就不讲了？我不要醒。这不是梦，都在梦里了，你还骗我？真的没事。敷完了没？敷完的话，赶紧上药了。你怎么也在我梦里啊？你不认得我了？这才几天没见面，真的是。你干嘛？不凉吗？这真的不是梦？真的不是。要活呀！太好了，太好了，你还活着。抱歉，是我让你担心了。他还活着，但是如果你再不上药的话，你的头发可能就活不了了。头发？
能是我的龙焰，在斩断黑气之时烧到你头发了。爱会消失吗？不会，肯定会。你这药有用吗？陈毅亲手熬的，先试试看吧。多涂点。那可不得多涂点嘛，毕竟我们3个人之中，应该没有人有秃头的经验吧？你什么时候来的？这话说的，要不是我力挽狂澜，你这护心灵都归不了位。护心灵又回到我体内了。你这头上黑花都斩了，可不就能还灵了吗？闹得你死我活的。哎，果然啊，我还是比较擅长做这种事。是了，还有这个办法？这个世上除了我，还有谁能同时拥有颜和能？护心灵在你体内，若被他人知晓，恐怕会在日后为你招来祸端。我此前并不知你心意。好肉麻。若能以我生死换你死后安宁，自然最好。你们最应该感谢的人，不应该是我吗？啊！我穿越了山河大海10万火急，干回来就是为了救你们。好，好，好，谢谢你。多谢。你俩这姻缘呀，这到底还是得靠我撮合。你在给他幽冥赋时，发现了什么？我发现了真相。我被他关在水牢里，发现福音宫殿的水竟然有他记忆的残像。我能看到他记忆里跟我相关的过去。此子天赋异禀，如此年纪就能化影为仙，假以时日，打败长老你并非难事。影族族长优胜劣汰，能者居之。影族出此神童，本座不知是该为影城长老欢喜，还是堪忧呢？白晓生就是神使预言里的恶童，他今日能欺凌同伴，明日必将能屠尽影村。那我把他远远的送走。不行，唯有献祭尊者，影族才能避免灾祸。母亲，母亲。阿生，母亲，你怎么了？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影妖的身体能够阻隔世间万物，他为了避免被外物所伤，利用我的真身，制作了一件黑银斗篷。我是怀璧其罪。
有了这件影袍，我就可以修复我的身体，再也不用担心被他所伤了。福音似乎被某个高人打伤过，他惧怕这个人再次出现，所以才要借助影袍的力量来保护自己。可惜我看不到那份记忆，并不知他是如何被打伤的。我20年前确实在龙谷打散过一团黑气，但我并不知道那是谁，也不知道伤的是否是他。你现在真身还在福音手上，那你来找我们，他要害你岂不是很容易？他对我另有图谋，要是我真的身亡的话，他也不会好过。不过，我却可以对他做点什么。什么？报仇，不然我还能想做什么？多亏了这件影袍，不然又要和20年前一样了。千年玲珑，若能取其内丹灼炼功，从此以后，世上玄妖再无可伤我。放在那黑气好生奇怪，到底是何物？玲珑之火。长兰，尊者，玄妖两界3重山之争，何时能起战事？青丘者众都已经中了我的幻术。陈星山灵飞，我本想将他斩于青丘，挑起两界的纷争。可是现在想起来，我认为把他留着，可能更有大用。待他回到玄门之日，那就是玄妖两界开战之时。很好，你做的远比白晓生更好。尊者，白晓生恐怕一生一幸。无妨，由他去吧。你倒是跟长兰长得是一模一样啊！你倒是跟长兰口中所说的不太一样。我来。你被他囚禁这么多年，他还会在你面前提起我？他跟赵玉在议事的时候，偶尔都会提起你的名字。在我神识清明的时候，我有听过几句。想也知道不是什么好话。大国主，我此番来寻你，是有事情要问你。什么事？我在福音的识海中见到了你的身影。我想问大国主，当年到底是怎么封印他的？其实当年，并非是我一人之力把他封印的，而且，他也并非封印在识海之中，而是封印在陈星山青广真人体内。青广真人，那是我师祖。他不是在蛇可摘星辰上闭关吗？当年雪岭他为了要阻止四处作乱的福音，独自去修行幽冥符，打算让自己成为黑气之主，然后将其吞噬。他意图吞噬福音后，在黑河原了结生命。可是，雪岭终究没练成幽冥符，反而因此坏了根基。怎么了？
福音四处作恶，不能再放任下去。他只好居心清广，请求相助，欲合我们3人之力，封印福音。我在旷野上建阵，雪岭造罗盘，吸纳黑气，清广压阵。阿姐，相隔100年，你唤我前来，是愿意回到我身边吗？符印，黑气肆虐，已然伤及无辜。我不能再眼睁睁看你继续下去。我尚未找到破解黑气之法，如今只能将你暂且封印。你骗我！没想到你叫我来是来封印我的。你骗我！你骗我！雪莲！乾坤有极。我此前在罗盘里看到的景象，原来是清广，他以他的身体为容器，封印符印；而雪岭，他在那个时候所受的伤，也都彻底耗尽了他。他走了以后，我就依照他的心愿，把幽冥赋封印在屏风之中。但是雪岭他到临终之际，也还不知道怎么去破解黑气的方法。他只知道，修炼幽冥赋的话，便能以黑气去破解黑气。而清广，他回到陈心山，便一心压制在身体里面的符印。后来20年，我才知道，他彻底已经把自己封印了起来，在守可摘星辰里面。我猜，
这跟福音脱不了关系。原来凌霄每年都上守可斋星辰，是为了帮氏族守镇。这些年来，其实我一直都在寻找怎么去破解黑气的方法。15年后，我终于知道怎么去击杀黑气的妖术法。只是我万万没有想到，长兰成了福音的信徒，还学会了通术。15年前，不正是长兰献祭了幻妖一族，打开了福音识海入口的那一年吗？15年前，之前福音被关在守可斋星辰的时候，恰好让我有一段自由的时间。那个时候，我时常在他识海里寻觅，但是从未找到过他。直到15年前，他再次出现，告诉我，我有了一个新盟友。之前我不告诉你们，是因为不敢与福音彻底翻脸。大国主，这毛比金不是说过新修的双生子第2个应该要被关起来的吗？所以他怎么出来的？又是怎么成为福音的大将来祸害你的？这要说到更久远以前的事。我们虽然是双生子，但是这么多年我一直都不知道他的存在。后来在先王离世后，赵玉他告诉我，他不忍心再看长兰受苦，我才知道这个世界上我是还有一个弟弟的。那个时候，我和雪岭刚刚成亲。经过商议之后，我们就决定让长兰永远的离开这个地牢。可是他跟我说，他不想待在青丘。我也特别理解，就放他离开。后来我知道他去了洛川龙谷那边，一直在那里生活。我听说他在龙谷很好。那他怎么会变成现在这样？说来，他也算是你的旧友，怎么连你也打？长兰，他来洛川龙谷之时，并非是会如此行事之人。我的赤焰龙牙亦有他的一份祝福。难道是因为你遇见了素影？他那时的确劝告过我，让我不要轻信素影，但我并未听进他的话。他或觉失望，便离开了龙谷。此后我与他再未见过。不管他后来变成什么样子，反正他现在在做的事情，就是收集天下暴戾邪恶之气，助他变强。天下暴戾邪恶之气，那是什么？怎么收集？引人向恶，发起战争。如果想要阻止福音回到这个世界上的话，第一步一定是先阻止长兰。那我们得赶紧回青丘王宫。现在想想，长兰做的每一件事，都是为了挑起玄阳两族之间的战争，好让他放出黑气之主。我们必须带大国主尽快赶回去，来戳穿长兰的阴谋。凌妃说，长兰要刺杀他，他回到玄门大营，肯定会召集兵马来战，大难将至。而且，你的护心莲刚刚归体，还需静坐调息。你也要好好调息。凌妃长老，凌妃长老。